你来这儿干嘛呀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，而且你一定会感谢我。对不起，您不是我们的嘉宾，请您。唐小姐刚才说的话让我很有触动，我上来就是想问一句话，可以吗？你问吧。唐小姐，我理解你所有的苦衷，但是你所说的这一切，真的是能当成你怀着孕还来参加相亲活动的借口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凭什么说我怀孕了？你不承认是吧？难道你前2天自己有没有做过孕检？也忘了？你敢不敢当着大家的面发誓，如果你说谎，你这辈子都当不了妈妈，永远都生不了孩子？举动应该说明一切问题了吧？哎，看，哎，这反应还挺大的。香香怀孕了，我姐怎么可能啊？香香，哎呦，姥姥，姥姥，她怀孕了！哎呀，你是怎么搞的你呀？还把人当做儿媳妇呢？人家都怀孕了！哎呦，你说这姑娘可真是啊！不会吧？难道她怀的是？真是荒唐！为什么要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招出来说这些啊？我卑鄙还是他卑鄙？他怀着别人的孩子跟你谈恋爱，我都打过你电话好几次了，约你想告诉你，可你不给我机会，那我不到就说我到哪说呀？你想过后果吗？当然想过了，可我就是想告诉你，这个女人根本就不值得你去爱。我是为了你好，要不然你还傻了吧唧的对人家好呢。为了我好，我早知道她怀孕了。唐小小，你赶快给我出来！你怀着孕呢，怎么不早说？你给我这捣什么乱呢？唐小小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别给我躲了。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清楚，咱俩就没完。黄少天，我没有什么跟你好解释的，你走吧。唐小小，黄总，你还在这干嘛呀？赶紧走吧。走？我为什么要走啊？我告诉你，请神容易送神难。今天唐小小要如果说清楚，我是肯定不会走的。不是，今天不是较劲的时候，现在外面都乱套了，这局面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控制不住了。你们控制不住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就算砸了你们的场子，也是你们自己活该。我还没问你呢。哎，唐小小怀着孕呢，你们怎么就让她来参加这个活动了？你们是怎么审核的？
我今天这么跌面，就是因为你们不负责任造成的。怎么就怪我们了？你自己不怪你们，怪谁啊？我告诉你们，就你们这种下三滥的网站，谁赞助你们谁倒霉了。什么呀？说谁下三滥呢？啊？说谁下三滥呢？哥们说的是气话。就这种事儿，谁碰上能忍得住啊？我不得找他理论理论吗？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，你快走吧。媒体来了以后你就走不了了，这对于凯泽国际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，明白吗？走吧啊，我跟小小聊聊，咱们俩晚上说。走吧。你呢？小小，出来吧，他们都走了。希姐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。小小，我想到了一个好的办法。你什么意思？哦，让小小假装怀孕，是为了帮你炒作这个活动啊？对，阿姨是这样的，现在活动都需要惹人眼球的事件，要不然哪能火呀？我也知道这不是什么正道，但是大家现在都这么做，别说我们这个小活动，就大明星都是这么炒出来的。哎，那个希姐啊，你们这些行规啊，叔叔不懂，所以呢也不多评论什么。哎，可是你们这种炒作，他不顾及任何后果吗？这小小啊，现在是一个没结过婚，而且现在还没有对象的姑娘，哎，就冷不丁让她上这个舞台上，哦，这个活动上，让她怀了孕，你说她让她以后怎么去做人呢？啊，再说啊，这次活动是网上直播吧？上次那个视频的恶劣影响还没过去呢，这倒好，我们家小小就彻底翻不了身了。哎，所以啊，我想问问你啊，你们网站打算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？这样，爸，您跟我妈在这件事情上怪不着人家王希杰，都是我自愿帮她的。有你这么帮人的吗？自己的脸豁出去都不要了。哎呦，就是啊，小小，这救命之恩也不过如此了呀！你不头晕吗？你们还出来干嘛呀？赶紧来，赶紧！我不出来行吗？我不放心呢，我。哎呦，小小，跟姥姥说说，为什么非得这样帮他？就是的，赶紧说呀！妈，您还记得您第一次逼我去参加相亲活动吗？那段时间我负责的那款新车滞销特别严重，所以我们在活动上就做了一次危机公关，后来效果特别的好。其实那一次的危机公关都是王希杰帮我策划的，事后他还没有经过公司的同意，就把那段视频发到了网上去。您知道吗？这还好是没出什么事儿，如果要是出了事儿，他连饭碗都保不住了。您说，这个忙我能不帮吗？合着是希杰冒着很大的风险成全了你一次。哎，那么小小，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个问题总得想办法去收场吧。叔叔您放心，等这事儿降温以后，我亲自接盘，把这事儿圆过去。不是，你来接盘，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？不瞒您说，今天在台上指责小小怀孕的姑娘不是别人，她是我前女友。啊，你前女友？对啊，姥姥，这么大盘棋，别人我也不放心啊。我想好了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我前女友想跟我重归于好，把唐小小当成了情敌，大闹活动现场，又赶上小小身体不好，临时退场，大家误认为妊娠反应，这不就圆过来了吗？哎呦，不是，这也太离奇了。叔叔，这的确有点不靠谱，但是说1000道1万，现在我们只好用这种办法了，这样我们也好操作。再说了，这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有些观众还挺喜欢这个，明知道被忽悠了，他们看的时候还高兴的跟洞房花烛夜似的，你这有什么办法呀？就是，哎，哥，
你这脑子也太活分了。那回头我姐不仅能恢复名誉，而且还能靠着双重受害者的身份博得网民好感呢，是吧，姐？浩浩，你姐怎么就成了双重受害者了呢？当然是双重了，姥姥。那我妈逼婚这账也得算上啊！啊，你说什么呢？哪壶不开你提哪壶。小小，你今天在台上说的那些话，妈呀，不是不明白，但是你得为妈考虑考虑吧。你说你要是不结婚的话，哎呀，妈这心里呀，什么时候都不踏实。你说，就算这现在的时代变了，哎，可不管怎么说，你这岁数也该结了吧？真没看出来啊啊！平时见你老实巴交的，这忽悠起人来这么厉害，连我妈都被你忽悠信了。我这情非得已啊，要不然咱们俩不白忙活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就叫做因果循环。我之前拿照片揭发了人家江一晴，人家今天就把我给戳穿了。也怪我，之前要跟我说过几次，我没搭理人家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我跟你说啊，有的事儿就是这样，你越怕他来哪出，他就越给你来哪出。但我觉得舒阿姨那边瞒不了多久了。能瞒一天是一天吧。我觉得让他们一点一点接受，总比一次性告诉他们强。我觉得你觉得对，小小，我先撤了。少天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了。行，先走吧。马上回家见。拜拜。拜拜。大。哎呦，吓死我了你！姐，挺甜蜜啊。什么甜甜蜜的？不带以后这么吓你姐的呀？我都跟你们半天了，怎么样？刚才我在姥姥和咱爸咱妈那儿替你兜的不错吧？说吧，我那侄子他爹是谁呀？说什么呢？没正经，还跟我装呢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肯定是那个王希杰吧？这，哎，不许瞎说啊你！你放心吧，我嘴严实着呢，肯定不在家瞎说啊。行了，我回学校了，拜拜。哎，别瞎说啊！知道了。这王希杰刚才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可我怎么都觉得，怎么那么不靠谱啊？哎，你说呢？哎呀，我是真希望他说的这些啊都是真的。哎，可是听着云山雾罩的，恐怕是实的少，虚的多。那怎么办呀？哎，你说说，什么是实的，什么是虚的？难不成小小怀孕是真的？妈，你判点好行吗？再说了，小小也犯不上拉着王希杰跑到咱们家里给咱们演戏看吧？怀上了是好事儿啊，就让他和孩子他爸结婚，皆大欢喜啊。哎，你打住，你别满嘴跑火车了。这要真怀上了，谁知道孩子是谁的？再摊上一个混蛋爹，这小小他们娘俩可有罪受了。就算怀上了，我也不能让他要。哎，说什么呢？哎，小小是那么随便的人吗？这怎么越说越觉得今天这事儿不太对劲儿啊？那不行，明天我带小小去医院检查一下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不是明摆着不相信人家吗？再说了啊，你们俩关系刚缓和了没2钟头，你又找不自在呀？切，吃饭吧。哎呀，那我也得把他看紧点。一个人啊？
别不痛快了啊！我不痛快大发了。你说这唐小小还想怎么耍我？这招太过了吧？我倒觉着，唐小小完完全全考虑到你的感受。你看啊，如果他真的想让你下不来台，那他为什么不等到你说牵手的时候，他撅你呢？再说，他从头到尾就没提你跟他妈欺负他的事儿，这还不算给你面子吗？可是他答应跟我牵手了吧？哎，把我挥到台上，干杵了那么长时间，算怎么回事啊？多丢人呐！他同意跟你牵手了吗？没有吧？他跟他爸通电话的时候，我可是从头到尾都听到了。他说实在是被逼得受不了了，所以同意参加我们的节目。他可没说要跟你牵手，是不是他妈认为同意参加我们的节目就等于同意跟你牵手了？他你妈更不是东西。我第一次去他们家就觉得有点不对。哎，我拍那视频影响多恶劣呀！我就道了个歉，表了表决心。虽然说我态度特别真诚，那他妈也不至于一拍脑门子就把小小许给我了吧？果不其然，这是一大坑啊！这什么坑啊？谁挖的？你还没琢磨过味儿来呢？啊！要是小小跟他妈是一条心的话，那我这县城爹就直接当上了呀！这比戴绿帽子还窝囊呢。天儿啊，天儿，咱们就别把自己当成是阴谋论患者啊！小小他妈那脾气你也知道，见了一次你应该很清楚啊，是吧？他们娘俩就是那种直肠子，没什么心眼，但是心地还很善良，对不对？你说，小小怀的到底是谁的孩子呀？还碰巧去的江一晴他们医院做的孕检。看我干嘛呀？我可没这么好的福气。你真想多了，就凭你，哪拿得下人唐小小啊？你说他都这么对我了，我怎么还是挺想他的？原来江一晴是想跟王希杰复合，才特地赶来揭你的短的。哇，这人做事真的是不留一点余地啊！不过小小，我怎么都想不到你已经怀上宝宝了。是啊，我在医院里知道我怀孕的那一天，我整个人都是懵的，我脑子里面一片空白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当时的感觉。不过慧慧，我不是有意隐瞒这件事情的，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方式来跟你解释，你千万别生气啊。没关系的，我都理解你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你这段时间是怎么和王希杰相处的呢？我真觉得他对你挺好的。你就没有想过要跟他试试吗？有吗？他对我好吗？啊，我真觉得他对你挺好的。也许吧。男人不就是这样吗？喜欢你的时候，对你都挺好，可是，一旦不想跟你在一起了，说走就走。慧慧啊，我觉得我可能还没有完全从和顾军的感情当中走出来。说真的，有的时候我挺恨他的，我恨他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恨他让我不敢再相信爱情，不敢再去爱，因为我害怕会受到伤害，我害怕因为爱情而深陷其中，我害怕因为爱情而失去现在所有的一切。我不想伤害别人，可是我更害怕的是，在一段感情当中，我爱那个人，
而多过于他爱我，你懂吗？我现在是不是特别没用，特别自私啊？好了，笑笑，你不要伤心，不要难过了啊！你想一想啊，这个生活和爱情不就是这样吗？有一些欢笑，也有一些眼泪，总是会跌宕起伏的呀。可是我宁愿平静如水，也不想再被男人伤害。车水马龙，你的对象有阿龙阿龙阿龙。小小怀的孩子是你的吧？妈，你敢不敢别总给我编故事啊？谁编故事了？要是没事，你干嘛心虚？哪儿虚了我？哎呀，妈，你对我太有自信了。您知道唐小小有多少人惦记吗？追她的人，开着车来，分单双号都能在我们小区盘3、4圈。我一没车的人凭什么喜欢我呀？就冲着你俩合租一屋，这孩子肯定是你的。妈，您这什么逻辑呀？就是房东租我房还送我一姑娘呗，你这不承认是吧？我承认什么呀？是，我在小小妈妈那儿受了点委屈，但是咱要是把她闺女娶进来了，不是一样受她气吗？只要你能把小小娶进门，这点委屈呀，妈都能忍。哎呀，妈，你是最可爱的人，但是没这故事。咦，你小子啊，你是不是不打算对人小小负责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对别的姑娘我不管，你要是敢负了小小，我跟你没完。小小是您亲生的吧？我是把您捡来的呀。少跟我废话，我改天呀，我去问小小去。别，妈呀，您可千万别去烦他们家了啊！昨天我去了他们家，我给小小做了伪证，我说爆料怀孕这事儿啊，是为了给我们公司那活动炒作，你全家烦着呢。那人家能信吗？肯定不信呐！这分明就是小晴和小小争风吃醋呢，是小晴给小小下的绊儿。哎，你说就冲这事儿，小晴这姑娘呀，肯定不能要，心太毒。怎么了？哎妈，你别说了，头疼。头疼就对了，说明这孩子就是你的。看我，你看。回事你啊？干嘛抢我车呀？谁抢你车啦？哎，总得有先来后到吧你啊？讲不讲道理？我怎么没有先来后到呀？我先来的，你后到的。怎么叫您先来的？哎，我这等半天的，怎么叫你先来的？明明是我先来的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不是那个相亲节目里爆料说怀孕那女的吗？唐小小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让开！哎，怎么着？你想抢车啊？谁抢你车了？你说你啊，怀着孕去相亲这种事你都做得出来，抢个车对你来说不是太容易了吗？哎，大伙说是不是啊？不是你到底上不上车？不懂你就让开！哎，怎么着想看溜啊？着什么急呀？给大家伙分享分享你怀着孕还去相亲的心得呗！你放屁！你才怀孕了，你们全家都怀孕了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打仗母女俩上阵父子兵啊！
你别给我阴阳怪气儿的，我还没告诉你呢，我今儿还是帮理不帮亲了。我在那边看了半天了，人家打的打了好长时间都没打上啊，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，你一闻着味儿你就窜过来了，就你那速度，好些个4条腿都赶不上你啊！我没有啊，没有什么你没有啊？啊！今儿你能在这里抢车，明儿你就能在地铁里抢座。什么随地吐痰的、插队啊、坐车不买票，我还有中国式过马路，不都是你这种人干的吗？你说你现在还没上岁数呢，你要上了岁数，碰瓷的毛病一准得沾上。那你现在的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不都是你这种人闹的吗？你说你在自己家里给自己家里添点堵就算了吧，你干嘛非得出来给别人找不痛快啊？你积点德好不好啊？啊！对了，麻烦你件事行吗？什么？就你这样，甭出国旅游了啊！我现在一看见电视上人家外国人说咱们中国人没素质，我就来气啊！我们中国人不都是他们说的那样？你说怎么能那样呢？就他们在国外干的那些事儿，我看着都觉得害臊。现在我知道啊，准是你这样的人跨出国门走向世界了。你说你这些没素质的，没事出去现什么眼呢？啊！我就没出过国啊，没出过国。没出国正好啊。这一方针啊，算是给你打对了啊！甭出去招人不待见，听见没？那可跟你这抢车不一样，那是丢咱们全体中国人的脸，知道吗？赶紧消失吧！啊，回去好好想想。妈，没事吧？行了行了，都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哎，等等啊！我跟你们说一声啊，我们家小小那不是真的怀孕啊，那她是帮朋友炒作那个活动的，过2天啊就能辟谣了。甭出去以讹传讹啊！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到时候传播超过500遍，就真够拘你们的。行了，说完了。哎呦，妈，这是1级棒，您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到这药店来干什么？啊？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？没有，谁真怀孕了？我不是都给您解释清楚了吗？那店里的服务员可说你买的是叶酸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叶酸？啊，我是给那个娜娜带的，她怀孕了，就是那大圆脸、那红毛那个娜娜，您记得吗？那个我还有事儿呢，我就不跟您说了啊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拜拜。哎。啊。行了，你就别再耿耿于怀的了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至少，你没在那次活动上丢人吧？爸，啊，那是因为报说人家唐小小怀孕了，要不是有她怀孕这事吸引眼球的话，我在台上杵那么长时间还不够丢人呢。所以呀，那人家唐小小已经够可怜的了，你还生人家气干什么呢？你再回头想想啊，人家之所以一点机会都不给你，那肯定是人家早就心有所属了嘛，对吧？不是，爸，您怎么还不明白啊？这事根本就解释不通啊！您想啊，唐小小要是真有男朋友的话，那干嘛不跟他妈直说呢？那小小他妈再让他去相亲节目参加相亲，根本就行不通了呀。所以说我郁闷，就是因为我搞不清这里边的原因。嗨，那是人家的家事儿，你操个什么心呢？啊，那唐小小从小跟他妈妈就不对付，那他之所以不说，那一定是有难言之隐啊。不对，肯定没有那么简单。你不信啊？不信问高慧去，他俩从小就是闺蜜，就他家那事儿，他全知道。哦。啊？高慧跟小小是闺蜜？哎，您怎么知道的？行啊，老黄，瞒的时间可真够长的，我可真没看出来。来了。阿姨，阿姨好。那个小小不在家，我给她打电话让她回来吧。打什么电话呀？不用打啊，我就来拿点东西。那个阿姨，您别进这屋，她不喜欢外人进这屋。其实这样的话，我。
放心吧，没问题，一切都正常的。谢谢大夫啊。哎，不客气，谢谢。好，那你走吧。哎，好。妈，你到底说不说啊？今天我这张脸算是被你丢尽了，有多少人看着呢？你是不是把我当猴耍呀你？行，哎。小小，不管怎么样，既然你怀孕了，那我们一家人啊，就要面对这个现实，共同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啊，你必须把具体发生的所有的事儿，所有的来龙去脉，详细的跟我们说一下，好吗？小小，姥姥错了，姥姥之前就不该帮着你妈一起逼着你去参加什么相亲活动。可是你怀孕的事儿，姥姥是把它当好事儿看的。不管你怀了谁的孩子，你说出来，那你们就踏踏实实的结婚吧。结婚？结什么婚呢？啊，她这孕怀的名不正言不顺的，可想而知那个男的有多么不靠谱了。你赶紧说呀，你这孩子倒霉爹到底是谁？你们都别问了，问了我也不会说的。好，你今天不说就甭出这个门儿，真是把你惯坏了，什么事儿都由着你性子来。你做出这样的事儿，你让我们怎么出去见人呢？我不说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说出来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哎呦，小小，怎么叫一点意义都没有啊？你是我们的闺女儿，你现在怀了孕，是吧？我们想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，这不过分吧？爸，我不但不想告诉你们，我今后也不想告诉我的孩子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想自己把这个孩子养大，我要做单亲妈妈。你魔怔了你啊！啊，还单亲妈妈？你带过孩子吗你？啊，你知道养孩有多难吗？这些都不说，你一个没结婚的大姑娘，你带着一个孩子，你家外人怎么看呢你？我自己的日子我自己过，我管别人怎么看我呢？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！那行，那我以后就搬得远远的，我也不带孩子回来看您，您要您的脸，我丢我的人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你就不想想啊？这孩子长大了以后，像现在一样气我一样的气你，你是不是很后悔生了他？不，我绝对不会后悔的。我既然能够把他生下来，他就是一个自由的人，他要做什么，他自己都有完全选择的权利。相反的，如果我把他生下来，就是为了给他套上一层无形的枷锁，那么他一定会跟我说 no。你疯了！你疯了！你干什么呢？哎呀，我想。行了，别哭了。小小，不哭了，小小，来，快擦擦。不哭了啊，小小。都是你妈不好，回头啊，我好好批评她啊，不哭了啊。小小，我问你啊，你相不相信爸完全能理解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啊？我信。其实啊，你所说的自由，其实我可以理解成是你的权利。那么作为一个人，他行使权利的前提是要履行他的义务和责任。你要对自己负责，同时也要对我们负责。那么你让我们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，那就是你对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我们的权利，对吗？对。爸，我完全理解您刚才所说的。不，应该说，我除了理解，我还能够完全认同。
但是我想问您一句，我刚才所说的一切，您能够认同吗？所以说，您只能理解，但是您并不认同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件事情完完整整告诉你们的原因。爸，您不认同，您至少还能理解。可是我妈呢？啊，你看看我妈那个样子，她完全是失去理性的，她就像疯了一样。我怎么能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们呢？如果我说出来，您能保证这件事情就朝积极的方向去发展吗？一定不能。它肯定会越来越乱，越来越难控制。所以爸，我是不会说出来的。你们干嘛呢？啊，一家人啊，什么权利，什么义务？打官司呢？小小，他们不认同你，我认同。只要你告诉我，那孩子他爸是谁，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姥姥，现在是你们一大家子坐在这边审问我，如果我告诉您了，您能保证不让他们知道吗？如果您能，我就告诉您。这个谁呀？行，我看看去。哎，洋洋，干爸，进来吧。姥姥，干妈干爸，这张卡里一共有37.6868，这里边有我小时候的压岁钱，还有上中学、小学时候的零花钱，有我上大学时候打工挣的钱，还有我这几年的工资，都在这卡里边了。我知道，这没多少，但这真是我全部积蓄了。今儿个都交给您。你给我们这么多钱，是什么意思呀？哎，洋洋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啊？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哎，那我直说，姥姥，我今儿来是跟干妈干爸提亲的，我要娶小小。啊？洋洋，你别在这添乱行吗？我没添乱，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真的，我也不在乎这孩子他父亲是谁，我就想对小小好，因为我是真喜欢他，我保证也对这孩子好，我对他就像对我自己的孩子一样，真的。只要小小不说，我绝对不问这孩子父亲是谁，我什么都不想，我就好好挣钱，挣了钱之后我还都存这卡里边，我不为别的，我就想把我一切都给小小，给这孩子。洋洋，你看你这冷不丁的来这么一出，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呢？算了，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现在没想结婚啊。没关系，我等你，你什么时候想结咱什么时候结。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，那不是说我现在不想结婚，而是说我就不打算结婚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就是没打算结婚啊，我想单身啊。你说你这辈子都不打算结婚？你们听见了吗？他说他这辈子都不想结婚，这真是太好了。哎，什么叫太好了呀？干爸，你怎么不明白呢？只要小小姐这辈子不结婚，那她就这辈子都是我姐。
这辈子都是我一个人的姐，永远都是我一个人的姐。姐，你真好。姐，我永远是你的亲姐姐啊！不哭啊，洋洋啊！够了，差不点得了啊！演起来没完没了了。没演干嘛？我是真的。得，一边待着去，过来。我还得赶紧审他呢。跟你们俩一天生不完的气。反正这事儿我表过态，只要她愿意嫁，我就娶。闭嘴！你不是不想说吗？行，你也别说了。我呢也不想听，但是明天啊，你必须把这个孩子给我打了。别呀！这干嘛呀？你们干嘛呀？你听见没有？妈，你也真够逗的哈！我连这孩子他爹是谁都没打算告诉您，我可能听您的把这孩子打了吗？我管你可能不可能，我让你打你就得打。你跟谁结婚你自己可以做主，但这孩子必须由我做主。我不可能把这个孩子打掉的，这是我的事儿，谁也别想勉强我。就你这样的，我真后悔我当初怀你的时候才没把你打了。那也是您自己的事儿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您自己的事儿您可以做主，我的事儿我自己做主。不是，哎，不是，你们先别吵，不是我的事儿还没说呢。哎，干嘛？你别动手！你别有什么话好好说。怎么回事？走啊！闹啊！我是杀人！我是杀人！黄总，你找我有事儿吗？唐小小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你跟我说说。哦，我还不太清楚，我今天还没有跟他联系。那你跟他联系一下，问问看。好，我中午给他打个电话，然后有什么情况我就跟您汇报。我让你现在给他打，就在这儿。如果您要问的是他的私人问题的话，在这打恐怕不太合适吧？哼，你也知道不合适啊。高慧儿，你是我的助理，拿着我给你发的工资，却天天跟你那闺蜜唐小小在一起，合计是骗我。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你天天这么跟我朝夕相处，我什么事都不瞒你，我从来不把你当家主，只拿你当朋友。可你呢？我这边不论发生什么事，你分分钟就去告诉我爸。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我问你呢，你说话呀。第一，凡是我向您父亲去汇报的事情，都是我站在公司的角度考虑您做的欠妥的事情。第二，我为什么要隐瞒我和唐小小是闺蜜这个事实？我觉得您应该从您自己身上反思。第三，我确实是充当了您父亲安插在您身边的眼线，这件事情的确有一些不耻，我也时时刻刻处在内心的挣扎之中。现在被您发现了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。我郑重地跟您道歉，对不起。你不用跟我说的这么冠冕堂皇的。人和人之间相处，这些大道理都是次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情感。你高慧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对你的这份信任。感谢您不把我当下属而当朋友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只有当好您的下属，才有资格做您的朋友。你不用这么拐弯抹角的说教我，你平衡不了是吧？左右为难是吗？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再也不用为这件事发愁了。我现在就解雇你，赶紧给我离开这儿。洋洋，洋洋，姐，对不起啊，我知道刚才我是太冲动了，但是我跟你说的所有话都是真的，这些话在我心里边埋藏太久太久了，我真的憋不住了。其实上次
上次我当着干爸干妈的面跟你表白，我说的也都是真的。可你为什么会领会成是我在帮你演戏呢？行了，洋洋，我现在全懂了。所以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你的，真的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怎么就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你对我的这份感情呢？姐，你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咱俩走丢了，大晚上的，漆黑漆黑的马路，咱俩找不到家，你都吓哭了，我一点都不害怕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觉得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就特踏实，我无所谓，我怎么都行。这10几年，我一直没敢告诉你，是因为我害怕，害怕你离开我。你真是个傻孩子，我怎么可能离开你呢？啊，洋洋，你知道吗？我的生活当中已经习惯了有你这个弟弟了，我打死我都不会离开你的。再说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以后啊，老公跟老婆都可以换，但是弟弟能换吗？对吗？不过，洋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对我的这份感情，它会不会是从小到大的一种对姐姐的依赖性，或者是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的一种惯性？它未必是一种真正的爱情。所以我觉得，你应该更加的 open 自己，去接触更多的美好的事情。也许你的幸福就在不远处，正在等待着你呢。我明白了，姐，我全明白了，姐。我一定按你说的做，我多接触人，多接触新鲜的事儿，那样的话我才能快点赶上你啊。像你说的，你一辈子都不结婚，那我就做你一辈子的弟弟。我们的幸福就在不远处。谢谢你，姐，谢谢。真明白了，还是假明白了？我们在这等了2个钟了，现在又说不能接受采访，什么意思？刚才有人说唐小小没来上班了，这不是明摆着骗我们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搬过去不接受采访。不接受采访，让我们等这么长时间。请大家安静一下。有点家人追不到你怀疑的事情吗？请问你第一次被家人逼着参加相亲活动，是否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呢？请问这件是不是你精心策划的一系列炒作呢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无法回答你们的任何问题，因为我是在上班的时间。不过今天下午5点钟，我会在这个门口与你们准时见面，到时候我会尽量回答你们的问题。抱歉。鉴于杰瑞工作失职，给公司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，经过公司高层研究决定对其处以无限期停薪留职的处罚。如果杰瑞能够通过本人的努力，消除其为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，公司是可以考虑为其复职的。
先允许我开门见山的说几句。这次，因为我的私事儿，给公司带来了有可能无法弥补的损失，对此我感到万分的抱歉和愧疚，所以我决定引咎辞职。我保证，辞职以后，想办法利用媒体，尽量撇清楚我个人和公司之间的关系，避免给公司带来的不良影响。在此，我也恳请在座的各位，如果你们想到了任何有利于挽回公司名誉的办法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将义不容辞。最后，请允许我真诚地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，我让大家失望了。这里面可都是经典的案例，没事儿多琢磨琢磨，都能够现学现用。送你的。好好好，谢谢了。这个送给你，以后没事的时候多带，对颈椎好啊。谢谢。臭美妞，送给你的镜子，越来越漂亮。谢谢。Jackie， 以后别用一次性杯子接水啊，不卫生。谢谢哥们。送你的。谢谢警长。你们也有。嘿，这像不像他？好像啊，谢谢。送你。好好对待人家啊，谢谢。杰瑞，张总不至于把你开了吧？干嘛跟大伙诀别似的？就是啊，你这一走了，活都没人能干了，招都招不来合适。我这也算是有自知之明吧，换做谁做领导，都会杀一儆百，也算有个交代，对吧？小姐，这都站在这儿干什么呀？不去工作去？瞧你们这一个个苦丧的脸，多大点事儿啊！又不是以后见不着面了。我们都舍不得你，小小姐。舍不得我，那你们就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一个个的都得给我更加努力的工作，不许给小小姐丢脸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好，该干活干活去吧。小小姐，我们都舍不得你走。以后呀，长点脑子，别老丢三落四的，听见没有？好了。小姐。不好意思啊，给你留了个烂摊子。唐小小，你是一个让我很敬佩的对手。有的时候，我真的希望我们两个不是对手。南风又轻轻地吹送，相聚的光阴匆匆。
就会回来的，不会太长时间的。首先，我要澄清的是，我在牵连法活动当中所说的一言一行，都和汽车集团没有丝毫的关系，更不存在汽车集团授意我在活动中为公司做广告、做宣传的可能性。其次，由于我最近饱受争议的言行给公司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，我已经引咎辞职。另外，我想说的是，我在活动当天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发自肺腑的，这和我是否怀孕没有必然的联系。而且关于我怀孕的这件事情，我父母并不知情，所以今天我也不会回答任何相关的问题。希望大家能够理解，这毕竟是我的隐私。好了，我要说的就是这些，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问了。请问你家人真的有怀孕事情吗？活动是否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呢？不好意思，你们一个一个来。您先问。问下孩子的父亲是谁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关于怀孕的这件事情，我不做任何回答，谢谢。您说。请问你有打算要这个孩子吗？您的问题是？对不起。你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？说来说去，咱们俩落到这一步，还是因为我没把持住吗？给。谢谢。谢谢。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其实你那边要不是我捣乱，现在肯定做得特别好。我那边呢，本来有你帮忙，我都已经看到希望了，可是还是被我自己给搞砸了。人生大起大落，实在是太快太刺激了。哎，还真是啊，你没发现吗？这人活着呀，就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麻烦。每天我们醒来，就是解决完这个问题，再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，就这样重复重复。总之，我们每天要面对问题，解决麻烦，就当是一场刺激震撼的游戏吧。你这心态真棒，点个赞。哎，那你现在怎么打算的？累了，歇一歇吧，一切顺其自然。我觉得没有什么时候比咱们俩现在更惨了，也算是走到谷底了，也该反弹了。总之，会越来越好的。有道理。来，我再给你包一个荔枝吧。
喝茶。谢谢阿姨。我给你切水果去。哎，别，阿姨啊，您甭忙活了，咱踏踏实实说会儿话吧。少天啊，这次阿姨呀给你道个歉，你看还让你亲自跑来一趟，实在是真的有点过不去。嗨，什么道歉不道歉的，我也没损失什么，就当是给了钱没拿到货呗。不是，阿姨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您也尽力了，但是这婚姻大事确实勉强不来，这也没办法，是吧？不过，阿姨呀，得跟你澄清一下，关于小小怀孕的事，我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。你说我要是知道，我怎么能答应你跟他牵手呢？哎呀，这孩子真是气死我了。阿姨，那您知道小小怀的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吗？不知道啊，你说他死活不肯说呀。不过少天啊，我们家小小真的不是那种随便的姑娘，我对她家教可严了。这次不是，这绝对是个意外。是，我知道。那她最近确实没谈恋爱是吧？绝对没有。这我向你担保，真的绝对没有。自从那个半年前她跟那个顾军分手之后啊，就没谈过。那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呀？少天，我说这话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您说。你说，会不会是你那好哥们儿王希杰的呀？王希杰？绝对不可能。不是，可是那次相亲活动之后，就是这个王希杰和小小一块儿过来和我们撒的谎，还说什么那是他们的网站上的炒作。还有啊，上次去那合租屋，那个王希杰他妈还说我们家小小和那王希杰好着呢，那意思好像是他们家的儿子非我们家小小不娶了。阿姨，您真的想多了，这绝对不可能，他俩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没有一天不吵架的。再说了，我都拿不下来小小，那杰子更不可能了。更何况，他们俩才在一块住了多长时间呀？怎么可能就有孩子了呢？就让他俩再住个100年，杰子也不可能让小小怀上他的孩子啊！我呀，太了解杰子他妈了，他逼杰子结婚那劲头，比您逼小小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而且他俩现在不是住一块儿吗？哎呀，我估计他妈就往那方面想了，准是这样。小伙子嚷嚷啊，脾气那么好呢？这事儿乱到水头上，那不得发火啊？您小点声儿，是听他说，不是听您说啊。要不你出去看看？我可不去啊，多丢人呐！阿姨，那您对小小怀孕这事儿是什么态度啊？这孩子我不能让他要啊！你说这孕怀的不明不白的，你说他自己不说就算了，可怎么没见那男的也站出来说句话呀？所以啊，这孩子必须得打了。那小小呢？他怎么说？我真不好意思提这事儿。你说这孩子不知道他抽什么风了，他非要自己把这孩子生下来。什么？他要把这孩子给生下来？这说的不是气话吧？哎呦，这真不像是气话。不过这回啊，我真不能由他性子来，这孩子死活不能要。阿姨，其实吧，他要是真能不要这孩子，我倒是挺看得开的。
不是特别介意这个。是这样，唐小小一走，过几天你就要升总监了啊！哎呀，高总，我是有点胜之不武啊。高总，不瞒您说，后来啊，我专程的看了一眼那个相亲活动的现场视频。如果没有这次意外的话，恐怕唐小小的危机公关又要奏效了。说到底啊，我还是输了。你呀，还是格局太小，目光太短浅，很多事情你都没有看明白。其实你俩的竞争无关业绩，从一开始你就赢定了。怎么讲？还不明白？公司怎么会在这么重要的职位上安排一个大龄未婚未育的女人呢？她总得要结婚吧，总得生孩子吧。真到那么一天的话，受影响最大的还不是公司？女人呐，只能做她们应该做的事情。这个世界，终究还是男人的。照你这么说，小天还真是特别喜欢我们家小小了。只要把孩子打掉，他还能接受。是呀，您说能对小小这么好的男人，上哪儿去找啊？这真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咱们呀还得抓紧，不能再犹豫了，不能让小小啊要这个孩子呀。哎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你这是在一条歪路上越走越远，你再往前走就回不来了。怎么是歪路了？这不是歪路是什么呀？我还是那个观点啊，就算这个少天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，是吧？可咱们家小小要不喜欢的话，咱们就不能把他们俩拴在一块儿。你还别总拿少天喜欢小小说事儿。这新闻上有小伙求爱不成还自残呢，那也是喜欢。可那种喜欢，咱受得起吗？你跟我嚷嚷什么呀？你倒是没跟那个求爱不成往人家脸上泼硫酸毁容的比。我这说的实实在在的，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不着调的了？哎，你们俩吵够了没有啊？我表个态啊，既然小小怀孕了，那就是生米做成熟饭了。不管她怀的是谁的孩子，只能跟孩子他爹结婚。妈，这都什么时代了？这跟你们那个年代不一样。不管是什么年代，都没见过他亲妈为逼领有自己闺女打胎的。这是关心，这是爱护。说我们小小魔怔，你才魔怔了呢。你以为让他打胎我不心疼啊？那有什么办法呀？这长痛啊不如短痛，这道理总明白吧？再说了，和一辈子幸福相比起来呀，那打胎呀压根儿就不是个事儿。是，我插句话啊。啊，不是您，按您的意思是，就是说，小小怀了谁的孩子，她就应该嫁给谁，是不是？我是不同意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您的做法跟逼小小和少天在一起，从性质上来说，是一样的。啊，都是在把咱们的意愿强加给小小，所以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。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啊！我说的也不赞同，妈说的你也不同意。那你说你有什么办法？你说呀。我为什么说不赞同、不同意啊？啊，因为你们都是在代替小小做决定。我再说一遍啊，在这个问题上，谁都没有资格去代替小小做决定。你这不是废话吗？能不替他做决定吗？他的打算你也听见了，是自己要把孩子生出来。怎么着？你同意这个是吗？我当然不同意。那你较什么劲呢？你不同意我们的决定，也不同意他的打算，你自己又没什么主意，那你不在这裹乱的吗？要不说你们这些书呆子屁用都没有呢。不是，我怎么就没有主意了？啊？不是，我的意见就是让小小先把来龙去脉给讲清楚了，这样我们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。哎呦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我怎么跟你说话那么费劲呢？那天你不也看见了吗？就差点给他上刑了，他说了吗？不也没说吗？那我的意思不就是说，咱们要跟他多沟通，不沟通怎么解决问题呀？行，你慢慢沟通去吧啊！等着孩子生出来了，咱都不知道咱那个倒霉女婿是谁。哎，你同意啦？我同意什么了？妈，你别打岔行吗？
我告诉你啊，不管你们是支持还是反对，反正这个孩子必须得打了。